我洛然，洛家大少爷，身高180，带有6块腹肌，放在小说里面怎么看也是一个标准未来霸总的配置。可实际上，我分化时受了文家那孙子的信息素影响，加上当时生病，就分化成了一个 Omega， 奇耻大辱，简直是。更有曾者，和我上同一所高中的文艺森，听到消息后，居然来我家跟我爸妈说，我愿意对洛然负责。去你的，滚一！刚分化的我，不顾身体软弱无力，冲过去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，将他压在身下，骑着他对着脸就是一顿揍。他自知理亏，开始只是抵挡，后来被我打出火来了，翻身就把我压在身下，单手将我无力的双臂按在头顶，眼神微红，顶尖 Alpha 的信息素开始蔓延。文艺森，你居然对我放信息素！我一想到我本来该是顶级 Alpha， 因为他变成了 Omega， 现在他还对我发情，简直要气死，直接和他拼命。我爸妈听到消息过来拉架时，我俩各自负伤。他起身时见我气红了眼睛，推开扶他的保镖，走到我面前，刚要开口对不，我被爸妈拉着，好不容易抽出一只手，啪的狠狠一巴掌拍在他脸上。滚！文艺森，咱们俩的梁子结上了，你给小爷我等着，从此知市里我俩死对头的事人尽皆知。在知市都是有钱的世家少爷，自然从小就认识。高中上的是贵族高中，里面都是各家的二代，从幼儿园的校区开始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乃至大学都有特定的校区。文艺森这孙子那时候就格外惹人讨厌，17、18岁的年纪，87岁的作风，天天把他的西装校服扣子扣到最顶上，笑得人畜无害，装得人模狗样。在家长口中，在学校里属于人人都会夸两句那种。所有校区都分为南北2个校区，他是北区的学生会主席，我是南区的无兵之王。第一次互相看不顺眼时，是在高2那年开学没多久。南北校区每年都有固定的特殊招生，即学习优异、家境不好的平民生。作为未来顶级的 Alpha， 我自然会对漂亮的 Omega 感兴趣。听说北区的新生里有个超漂亮的，我就带着几个玩的还行的少爷来了北校区的食堂。林之贤穿着白衬衫校服，腰背衣服的线条掐得极细，长长的睫毛在嫩白的脸上压出了阴影。就他，怎么样？洛少，入得了您老的眼吧？我压下视线嗤笑一声。就这？说实话，有那么点姿色，但要说多惊艳也谈不上。真要说哪里和别的不一样，大概也就是那清冷的气质还算得上出众。林之贤端着餐盘，目光微微扫过我的脸时，皱了下眉，随后眼神流露出嫉妒和厌恶，让从小善于观察的我直接心头冒起了火。我洛然长这么大，在知识里还从没有人敢这么看我。他低着头路过我身边时，我伸手从下往上把他的餐盘直接扬了。咱洛少从来不受委屈，有什么仇直接当场就报啊！他发出了短促惊呼，往后退了2步，眼神无措，满脸慌张。哼，装个屁呀！少爷扬的餐盘半根手指都没碰到你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这样羞辱我？他红着眼睛，一脸倔强，梗着脖子质问我。要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贫困坚强清高小白花。身旁的几个少爷噗的笑出了声。洛少都特么24年了，还搁着给你演倔强玛丽苏，惹你注意呢。他浑身一颤，豆大的泪珠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掉。我往前2步，当着林之贤的面抬起了手，在他脸上羞辱的啪啪啪的拍了几下，边拍边说，看到没？少爷都是这么羞辱人的，以后看到我时管好你自己的眼睛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感觉手腕被人攥住。我皱了皱眉，扭头去看，高我半个头的文艺森正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腕，居高临下的笑看着我。好久不见，洛少，用力挣脱了下，被抓得很紧。
雪白的手腕上面转眼就留下了红色的指痕。文少就是这么欢迎人的。顺着我的视线，文艺森看向了指痕，唇角意味不明的笑了一下，眼神中的流光一闪而过，然后攥得更紧了。他妈的，文艺森这狗东西！我俩在这目光如电的对峙，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。林之贤顶着通红的眼睛过来，扯了扯文艺森的衣摆：“会长，我没事的，你不要为我起冲突。”文艺森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从他手里抽出衣角，往前一步，和我靠得很紧，贴过来在我耳边说了一句：“这里是北区，还请洛少给我一点面子。”温热的呼吸带着淡淡的红酒香气，有些醉人，就这么直直的打在我敏感的耳朵。我浑身一颤，一瞬间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你说话就说话，离我耳朵这么近干什么？我凶狠的盯着他，如果我非要出这口气呢？他笑了笑，眼神却冰冷的像条毒蛇。听说骆老爷子很宠爱骆少，但骆伯父为人严谨。靠，拿我老爹压我？小学生打架回家找老爸，不讲武德。我直接送了他一个中指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见识到了这狗东西的无耻，我根本不想和他产生任何关联，奈何他是北区的会长。高中毕业时要办南北区大联欢，没有办法，我不得不和文艺森交互。终于台上开始表演了，忙得头昏脑热的我只觉得浑身酸软，头有些发热。开始我只以为是前几天生病，这几天又忙累的，根本没往要分化那方面想，只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一推开休息室的门，我一眼就看到文艺森坐在沙发上，身上是高定的西装，胸前衬衫的扣子解开，隐隐能看到胸肌的轮廓，手上端着杯红酒。马德，算少卷倒霉。我扭头要走，却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一只手穿过腰侧，将开了道缝的门又给合上了。骆少来了，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？这么急着想走？我满脸通红，呼吸有些沉。他刻意弯腰凑近我的耳朵，却无意识的把温热的呼吸打在了我的腺体上，烫得我浑身一颤，不自觉往门的方向靠了靠，想躲开他。关你屁事！少爷看你不爽行了吧？本以为文艺森很快就会和我拉开距离，谁知道他居然又往我这靠了一下，距离近到他的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腺体。文艺森，你特么的离我远点！他鼻尖微微嗅了嗅，随后语气惊异：骆少，有没有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？我不耐烦的推了他一下，想让他别离我这么近，却突然被他大力的按在了门板上。哪有什么很香的味？文艺森，你干什么？我被按的懵了一下，随后声音提高的质问他，想扭头看他搞什么鬼，刚动了一点，就被他单手按了回去。接着是更近的呼吸打在颈后，敏感的腺体被鼻尖和滚烫的唇抵上，烫得我浑身一个激灵，奋力挣扎了一下，想要脱困，却被他压过来的身子贴得严严实实。屋内缓缓的渗透出了一股浓厚的红酒香气，真的好香啊，是蔷薇的香气。香你妹啊，快点松开我！文艺森不仅没松开，他居然伸出舌头在我腺体上舔了一口。口中没忍住吐出了羞耻的声音，我整个人都快燃起来了。文艺森疯了吗？他居然舔 Alpha 的腺体，这特么和变态有什么区别？好甜！一口不够，他居然跟狗一样把我压在门上，反复的舔舐我颈后的腺体。我越挣扎，他似乎越兴奋，直到我双腿发软都站不稳，他才单手环住我的腰，将我抱着丢在了休息室的沙发。他居高临下的站在沙发边，单手把西装外套扣子解开。文艺森，你特么的属狗的吗？我以为我骂他狗，他就会恼羞成怒的和我打一架，这样刚才的一切暧昧就会瞬间烟消云散，并且在此刻我生病的弱势之下，日后再对他进行报复。谁知道文艺森根本不按常理出牌，那我把主人舔舒服了吗？静！你特么的疯了！这种恶心的话，你是怎么对着一个 A 说出口的？我瞪大眼睛看着文艺森，想知道这小子是怎么疯的。
却只看到他通红的眼尾和走近的步伐。等等等等，你不会是……易感期3个字还没说出口，就被扑上来的文艺森按在了身下。后颈被大手狠狠的扣住，半点移动不得接受他啃咬的唇，仿佛狂风过境一般扫射，所有的话都被堵住，只剩下不体面的呜咽。我伸手狠狠的捶在他胸前，挣扎着想挣脱束缚，后颈处的手微微用力，我就没了力气，只能被亲得七荤八素的，在心里骂娘。文艺森，你个死变态！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只感觉头越来越昏沉，颈后也开始发烫。屋内文艺森的红酒味信息素也越来越重，并且开始不满足于只是亲吻，对我动手动脚。这样下去不行啊！我趁他在那拽我衣服时积攒力气，一脚将他踹下沙发，奋力的往门口跑，然后在门前再次被抓到。洛少真是一点都不乖啊！他语气沙哑，带着浓重的不悦，将我的脑门按在门上，露出后颈处的腺体，然后在我挣扎时一口咬了上来。啊！撑在门上的手臂瞬间失去力量，一股子强烈的被支配的不安感一瞬间充斥了我的大脑，腺体里的信息素瞬间在屋内爆发开来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再次醒来，就是在医院被通知我分化成了 Omega E， 作为性别中的顶级存在，越是级别高的 A 越是接近 E 的存在。洛少爷处于生病的虚弱期，分化期间被影响也是正常的。我脑子疯狂地发出嗡鸣。我从顶尖 A 的预备 E 分化成了顶级 Omega 了，接下来就是文艺森听闻消息来我家要负责。特么的，好想一拳把地球打爆啊！整整一个暑假，我都在家里消化这个噩耗，顺便想怎么报复文艺森这个王八蛋。大学开学，我刚下车走进大门口，就和林之贤碰了个照面。哼，我冷笑一声，本来没精神理会他的，奈何有人就是没事找抽型的，总要上来畅色一下。我听说洛少分化成了 Omega 是因为伊森的信息素影响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我拎着书包都从他身边走过去了。闻言我又退了回来，你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像？就凭你也配管本少爷的事？脑浆子摇匀了吗？就来和我说话。他眼神闪了闪，嫉妒在眼里明明灭灭。洛少就算分化成了 Omega 也还是这么盛气凌人呢。那洛少可要熟读 Omega 准则了，以免被什么不三不四的低级 A 标记了。他眼神挑衅，语言恶毒，但一旦有人路过，瞬间就红了眼睛，仿佛受了侮辱却腰肢挺直的倔强清冷小白花。特么给少爷都气笑了。我直接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他脸上，他被我扇的整个人都晃了一下，看向我的眼神有些懵逼，一瞬间整个人眼神都清澈了。人类进化的时候你躲起来了是吧？兵器谱上那么多兵器你不练，非要练剑？那个下水道盖子没盖好，把你这个脑子通直肠的人给放了出来。他泰然欲泣的伸手指着我，我反手又是2巴掌。原本还顾及你是个零，对你还有3分忍让，现在拜你的一森所赐，老子不是 A7， 打零可不用受校园处分，没过瘾，还想再打几下出出气。通红的指尖就被突然出现的文艺森给攥住了。冷哼一声，我厌恶的看着文艺森，冷嘲热讽，文少还真是属曹操的，半点提不得。我冷着脸，脑子里直疯狂搜索词汇，已经准备好，等他回话就好好问候他了。却没想到文艺森好像脑子有病，指尖在我用力过猛的掌心细细的磨掌，面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眼神扫向对面的林之贤，语气冷冰冰的，手打红了。我被文艺森拽着手，一路强硬的拽到了大学北区的学生会。进了门，想到上次的事，我大脑疯狂警报，但就这么跑了，岂不是显得我怕了这狗东西吗？于是我佯装四处打量，对文艺森开始阴阳怪气。学生会都这么忙了，文少还有闲心英雄救美，可真是让人佩服佩服。洛少吃醋了，他半倚在桌边，眼神懒散的望着我，突然抬起手随意的扯了下制服上的领带。
我心里猛地一突突，都没心思听他说的话，连忙后退了一大步，得到的就是文艺森低沉欢愉的笑声。我面色一变，马德，被耍了！这么怕我，还敢跟我进同一间房？刚才退了一步，已经露了怯。此时他再次走过来，我要是再退，那真是面子丢到姥姥家了。我站着没动，抬头狠狠地看着他，四目相对，气氛凝结，两个人一时间谁也没有后退。就在气氛压抑的我快要跳起来时，文艺森突然伸手抓住我的小臂，把我和他的距离拉近。我瞳孔放大，正准备狠狠地给他来上一下，只感觉刚才打人的掌心一凉，我皱着眉低头一看，白色湿滑的药膏正被修长的指尖一点点地打着圈涂抹在手上，下颚绷紧，心头猛地一滞，扬起手狠狠地照着文艺森的脸打过去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一巴掌比刚才打林之贤3巴掌还要重。文艺森今天戴着的金丝边眼镜也被我一巴掌打飞。文艺森，别以为我现在转化成了零，就吃你这套。我洛然，就算是零，也不是你随意撩拨2句就能骗走的。开学典礼，全校的 ABO 都盛装打扮，比起庆祝，更像是一场大型的相亲。远远看到林之贤跟在文艺森身边，有说有笑的。文艺森端着酒，唇上挂着笑，却笑不及眼底。虚伪。中途找了个靠近酒桌鲜少人来的角落，没一会儿就看到林之贤偷偷摸摸的走过来，往一杯酒里加了什么东西，随后端着酒杯朝文艺森走去。林之贤喜欢文艺森不是人尽皆知的事，他下在酒里的会是什么？不会是那个东西吧？我眼睛一亮，难不成报仇的机会来了？我立马拨通一个电话，给我送学校一捆麻绳，速度要快，麻绳很快就送到了。我走到宴会的2楼，居高临下的观察着文艺森。文艺森不知道是警惕还是运气好，端着林之贤的那杯酒好半天都没见他有喝的意思，急得林之贤在一旁就差上手直接强灌了。啥也不是，还得本少爷亲自出手。我走过去，装作故意看不惯文艺森，挑衅道：文少，几天不见，美人在怀啊！我故意瞥了一眼林之贤，本来就没得手的他，见我过来，更是急得差点就在文艺森面前装不下去，现出原形了。文艺森见我主动和他搭话，愣了一瞬，随后下意识皱了下眉，洛少误会了，同学而已。我侧头对着林之贤，故意吓唬他：文少拿的酒看起来不错呀。林之贤被我一下，慌张的险些没把手里的杯子脱手。哼，没用的东西。不过我觉得我这杯也不差。文少不和我碰一杯，我懒散的晃了晃杯中的红酒，瞥了文艺森一眼，就见他勾起唇角，眼神流光溢彩的低笑一声，乐意之至。我仰着头，一口将杯中的红酒喝了个精光，一抬眼却见文艺森没有动，而是眼神滚烫的看着我。我皱了下眉，出尔反尔可不是文少的作风，难道被他看出来我要搞他了？一旁的林之贤也是攥紧了手中的酒杯，神色紧张的盯着文艺森。文艺森低眉看了眼手中的酒杯，戏谑道：洛少觉得我是什么作风？不要脸的作风。我不耐烦了，不喝拉倒。我扭头要走，却被他单手拉住手腕，眼神热烈的盯着我，明明是喝酒，却非要看着我，好像要把我整个人给吞了。变态！不过整杯酒确实一滴不落的进了文艺森的肚子。瞧好吧，您呐。见他全喝了，我当时就换了脸，甩开他的手，扭头就走。不到半小时，他就面色发红，我叫服务生把他带到特定的房间休息。一转头却找不到林之贤了。我随意扒拉了一个同学问：看到林之贤了没？林之贤吗？刚才好像被人叫走了。叫走了？真是没有一点用。计划 A 行不通，我只好用计划 B。我直接拿着绳子给睡梦中的文艺森五花大绑。屋内的信息素越来越重，满屋都是醇厚的酒香。见他进入了晴热期，
我坏笑着释放了自己的信息素，满室的蔷薇香气混着红酒，旖旎又引人堕落。望着他缓缓睁开眼睛，我笑得像是电视剧里的反派。文艺森，你不是挺牛吗？看得着吃不着，不好受吧？文艺森是冷白皮，通红的眼尾此时看上去竟然有些楚楚可人。洛然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被五花大绑的文艺森，伸出脚狠狠的照着他的小腿踢了一脚。他闷哼一声，手在身后挣扎了一下，绳子绑了好几层，他没挣扎开，喘着粗气仰头看我。洛少对我有意思，直说就好，何必用这么不体面的法子？不体面？我啪的给了他一巴掌，比上次还大的力气，瞬间他的脸上红了一片。他的身体瞬间紧绷，被绳子捆住的身体将肌肉线条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胸口剧烈的起伏了几下，下角绷紧，和上扬的颈部线条绷成了好看的弧线。见他这样，我还以为他气急了，略微有些得意的仰起头，却听到一声闷笑声突兀的在屋内响起。笑个屁！文少喜欢被人打，不会是 M 吧？他笑了好半天才停下。洛然，你猜我挣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我冷冷的看着他没说话。我会把你压在床上，狠狠的亲吻你，然后在你哭得满脸泪水时完全飙进你，无论你怎么哭着求我都不会放。我直接一脚踢在他的双腿之间。物理闭嘴，谁用谁说好。弯腰凑近他的脸，缠住他的脖领子，一字一句的告诉他，那就等你挣脱再说。再把抬到了杯红酒，端起来轻嗅了一下，皱了下眉，反手直接把酒杯泼了文艺森一脸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樱桃白兰地。刚抿了一口酒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咔嚓的崩裂声响。我快速的转过身子，只感觉眼前一黑，就被挣脱开的文艺森狠狠的按在了地上。手腕上被绳子摩擦出的伤口流血不止，文艺森却连看都没看，直接单手按住我的脑门，骑在了我身上。情热使他的呼吸沉重而急促，胸腔随着呼吸起伏，目光炽热的看着我。洛然，我警告过你的。他弯腰下来，呼吸打在我的脸上，将我整个人笼罩在他身下。别被我抓到！文艺森，你他妈碰我一下试试！我呼吸急促，可文艺森根本不把我的警告放在眼里。他的信息素越来越浓，浓到把我整个人完全笼罩在其中。洛然，你好香啊，我可以咬你吗？咬你妹！滚啊！他的眼神黝黑，眼尾通红，呼吸急促，还不等我回答不可以，他就发狠一般吻了下来。不像是亲吻，倒像是一场战争，空气被掠夺一空。红酒味像是刀剑一般狠狠的刺入腺体，整个人都开始发热发烫，不能自己。报复不成反被害。果然都是畜生。本以为要完蛋了，谁成想峰回路转。林之贤被老师叫走后，火急火燎的回来，一查监控，居然看到我这个最讨厌的人和文艺森进了同一间房，连忙叫了几个贝塔老师带了抑制剂，强行开门。他开门时，我浑身都被汗液湿透了。文艺森也已经失去神智，已经把我拖上了床，马上就要弄我了。感受到他健壮的身子，还有不可描述的那里，我真的感觉做一次就会嗝屁。文艺森被3-5个老师按住的时候，还双目通红的往我这边冲，吓得我的腿都软了。林之贤，下次你再瞪我，我绝对少打你几个嘴巴的。你救了我的命啊！开学典礼的舞会过后，我多少有些被吓到了。但凡能不出教室就不出教室，避免碰到文艺森，被他抓起来报复。高中时期南区的无宽之王，此刻分化成了 Omega 之后，似乎处境一瞬间就变了。从前作为顶级 A 预备役，南区的 Alpha 见了我都是毕恭毕敬的。不过一个暑假的时间，进入大学南区后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。午休时，习惯了 Alpha 身份的我，习惯性的走到了 Alpha 专用厕所外面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想到自己现在 Omega 的身份，皱着眉，刚要转身去 Omega 的卫生间，就听 Alpha 的厕所里面提到了我的名字。
没想到啊，洛然居然会分化成了 Omega， 真是震惊我一整年。说起来，高中3年居然一直没注意洛然的长相，现在分化成 O 之后，细看之下，在咱们大学还真是找不出比他更好看的了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早就发现了，只不过洛家大少爷一直都是小林肖想，咱们当时都是 A， 谁会去在意一个 Alpha 的长相？确实，像文艺森这么变态的，还真特么的是少数。不过洛然变成零也挺好的，万一发情期不小心在学校里，那不是嘿嘿嘿，压了洛然这个南区的老大，家里还那么有钱有势，那不是一步登天了。确实，一想到从来眼高于顶的洛然被完全标记，只能被迫承受的模样，我还挺兴奋的。听说开学典礼，洛然就被情热期的文艺森按倒了，也不知道进没进去。嘿嘿嘿，我站在门外都气笑了，一脚把厕所门踹开，里面3个，看到我吓了一跳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手背关节红肿，里面3个 Alpha 生死不知。哼，废物就是废物，套上的强势性别也还是废物。要不是我分化成了，别说他们几个废物，就是文艺森也不是不能打。收到消息赶到的班主任见我满脸怒气的站在门口，一向对我就很头疼的他立马走过来，伸手指着我，刚要开始魔法吟唱，就被我打断了。洛然老师，他们3个 A 霸凌我这个小 Omega， 你看我的手都受伤了。老师看了一眼我的手，又往里扫了一眼地上的3个 A， 叹了口气，作为贝塔的老师还是语重心长的劝我，洛然，你现在是 Omega 了，要温柔乖巧一点，不要这么暴力。我扫了一眼附近来看热闹的同学，有 Alpha 有 Omega。 嗤笑一声，我把手放下，看着老师认真的说，这世界上没人规定就一定要乖巧温柔，如果有，那一定是废物的 Alpha 为了控制 Omega 立下的没有屁用的规则。我就是我，谁也别想在我身上贴标签。打人的事情闹得很大，下手有些太重，他们的父母找上学校要说法。一进办公室，3个人的父母都瞬间看向我，我稍微侧脸就看到了文艺森也站在一旁。我将头扭开时，他的目光有些幽深。其中一个人的母亲谈到赔偿时，颇为不要脸的说，我儿子受的伤太重，医生说可能会不能生育，我们家不差钱，要赔偿就让凶手嫁到我们家来照顾我儿子。对，一个 Omega 居然敢打 Alpha， 真是无法无天了，必须好好管教。其他2对父母生怕抢不上，也冲上来七嘴八舌的要赔偿，要我嫁给那3个 SB 中的其中一个，还真是恶毒呢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几个人说着说着，突然就这么明面上把我当成物品争抢起来。有个中年男人的手朝我伸过来，我在心里算计着，再往前伸10厘米，我就抬腿把他也踹废了，然后一条长腿狠狠的踹在那个中年男人的腰间，将他踹出去了2-3米，狠狠的撞在桌子上。文艺森站到我面前，将我挡在身后，他一向进退有度，脸上终年挂着温和的笑容，从未见过他此时这般情绪外泄的情况。中间男人的老婆尖叫一声，你居然敢打人！磕在桌上的中年男人也反应过来，气得面色涨红的冲过来，要来打文艺森。文艺森紧绷下颚，眼中带着寒冰。一瞬间，我只感觉后颈一热，鼻尖就闻到了满是醇厚的红酒香气。办公室内所有的 Alpha 一瞬间双膝重重的砸在地板上，一时间屋内只有闻不到信息素的贝塔不受影响，一脸懵逼。刚好此时我爸来了，集团的秘书推开了门，后面是满脸怒容的我爸，一看就是刚才全听到了。少爷，剩下的骆董会处理的，您先出去休息一下吧。走到门外，我下飘紧绷，狠狠的在走廊的围栏上捶了一下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，比我得知分化成了还要难受。站在门口吹着凉风，身后的门开了又合上。我回过头冷笑一声，出言讽刺，文少还真的是爱英雄救美啊。我想过文艺森会有的反应，但却没想到他没争辩，只是静静的看了我很久，最后上前一步，将我紧紧的搂在怀中。我挣扎了一下，骂他，文艺森，
你特么脑子有病！他说，洛然，我很抱歉，你本不该承受这些的。文艺森就是一条疯狗，在他一个人拎着棒球棍去医院给那3个人2次打击后，开始疯狂地对3家的公司进行攻击。我爸在家吐槽时遭到了我妈的白眼，真没见过你这么没用的爹，替儿子出气都赶不上趟。后来我读检讨时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单膝跪地为我献了一朵红蔷薇，愿做你身上的刺，维护您的荣光。我对此的反应是，马德，脑子有病吧，太丢脸了，扭头就走。洛然，我不耐烦的回过头，却看到文艺森手上拿着我没接的蔷薇，站在绿意盎然的树下，树叶间的阳光斑驳的洒在他的脸上，白皙修长的手指将蔷薇带刺的枝干攥紧，刺戳破手掌时，在上面留下红色的印记。见我回头，他轻笑一声，将蔷薇虔诚的凑在唇边，微微一吻，美好的像是大师手下的油画。心脏不受控制的狠狠一跳，他脚下踩着阴影，从昏暗走到我面前。他伸手将红蔷薇送到我面前，语气不再是伪装的笑意，而是慢慢的认真。洛然，我喜欢你。我伸出手，他的目光惊喜，唇角缓缓上扬，蔷薇却从我指尖滑落，摔落在泥土中，只剩下七零八落的花瓣。文艺森，被一杆气控制的你将我临时标记，害我分化成了 Omega， 我相信你是真心道歉的。我接受我 Omega 的新身份，但这不代表我可以接受被别人的信息素控制一辈子。我承认你的外表优秀，也承认在你将红蔷薇送到我面前时，我心动了1秒，又或许不止1秒。但你此刻对我的喜欢，有多少来自于信息素的选中，又有多少是你对洛然这个人的喜欢呢？说到底，对于 ABO 而言，所谓的爱情不过就是荷尔蒙和信息素之间的短暂碰撞，而我想要的爱情，是我喜欢你的时候，你也碰巧喜欢我。抱歉，我接受不了不是势均力敌的喜欢。我转身离去，没有回头去看一眼文艺森，只给他留下了一个背影。我想我是喜欢文艺森的，又无法确定是单纯因为我喜欢，还是信息素在从中作祟。或许在这个充满信息素的 ABO 世界里，谈什么由心而生的喜欢很幼稚，但我坚持。我开始运用洛家的财力，组建实验室，专门研究 Omega 和 Alpha 长效安全无副作用的抑制剂。市面上主流的抑制剂都是短期，药效不强，副作用很大。一旦有 Omega 为了控制情热期，长时间使用就会造成情热期紊乱，给 Alpha 造成可乘之机。你拥有结婚生子的权利，但这项权利必须是你想，而不是你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想。至于 Alpha， 当然是防止这群狗东西乱咬人。我忙于实验室的组建，开始频繁出入学校。刚走到校外，司机还没有到，我突然闻到了些许的桂花香气。周围有路过的 Alpha， 素质差的已经像是一条狗一样四处嗅着味道，好一点的也有些精神恍惚。从小接受 Alpha 教育的我，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有临情热期了，皱了下眉，还是觉得不能不管就走。我顺着味道走进了小巷子，一个人影躺在地上，昏暗的光线中隐约可以看到是个体型消瘦的 Omega。 你没事吧？洛然，林之贤。我快走了几步上前，果然陷入情热期的林正是林之贤。我连忙掏出手机准备拨通 Omega 专线，却被林之贤一把拽住。他神色焦急，情热期的无力让他只能极力的加大声音，洛然，快跑，快点跑啊！我愣了一瞬，就看到小巷子的2个入口分别走进了几个人，将我和林之贤牢牢的包围在其中。带头的一个人我认识，是上次打过的3个人中的其中一个。他狞笑着抛了抛手上的粉红色 Omega 催情剂，跑，往哪跑？你骆大少不是厉害吗？文艺森还特么给你出头，今天就给你打了这针，让兄弟们尝尝你下面是不是也那么厉害。说着就有几个人冲过来抓我，我一脚将冲过来最近的那个人踹倒，巷子太窄不好施展。
我瞥了眼已经没有意识的林之贤，咬了咬牙，还是没丢下他。巷子里 Omega 的香气越来越重，不少 A 的信息素也发散出来，过多的 Alpha 信息素使我的腺体开始发烫。我心中暗道不好，再跑不掉，我迟早也会被拖入禽热期，到时候就糟了。只希望家里的司机能快点到，并且发现不对来找我。腺体越来越烫，被 Omega 信息素吸引的 Alpha 被繁衍的欲望充斥着，攻击的强度越来越高，而我的体力逐渐衰退，最终就在我被狠狠踢了一脚，站不稳的倒在林之贤旁边时，文艺森赶到了。有2个 Alpha 伸出手，恶心的带着汗渍的手握住了我的脚踝，随后被暴怒的文艺森掰断了胳膊。见到他，我心下安稳，还有心情调笑，文艺森，你还真是每次英雄救美都不落下，答应过你的，我将守护你的荣光。他双眼通红的护在我身前，被吸引来的 Alpha 一波接着一波，被他物理打到，又被信息素压制。他像是一座高山，挡在我的面前。贝塔司机终于到了，打了 Omega 专用线后，医护人员和警察到达现场。林之贤满脸通红的抱着我一顿蹭，浑身汗渍，面若桃花，倒是比他清醒的时候看着观感好了很多。见我一直看他，文艺森顶着我的信息素，眼睛都红了，也不愿意让医护人员抱我。文艺森，如果我不是零，没准我们真的会在一起。他抱着我走向救护车的步伐一停，哼，不会有人像我这么变态，会喜欢另一个 Alpha 的。我混沌的大脑顿时清醒。什么意思啊？文艺森这狗东西到底什么意思？没几天，在医院养好身体的林之贤回了学校，我一下课就见他等在门口。洛然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很嫉妒你，嫉妒你有很好的家世，疼爱你的父母，就算分化成了零，也没有人勉强你去嫁给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人，不曾有人对你的婚姻和身体定价。你过着我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不需要费尽心思的去勾搭男人，只为了脱离原生家庭。他一如既往的白衬衫，因为过于瘦了，白衬衫被风吹起，紧紧贴在他的身上。同时，他又像是一只快要展翅的鸟，从骨子透露出一种对自由的喜悦。我站在原地没有说话。我申请了洛氏的 Omega 专项助学金，要去国外了，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。谢谢你上次来救我。我们两清了。林之贤愣了一瞬，随后笑了，带着颇有些不好意思的脸红。你朋友那次说的不错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是真的想勾引你的，可你长得太好看了。我没忍住，就露出极度羡慕的眼神。他害羞似的逃跑了，留下我傻站在原地。什么情况？脑子里不由自主的想象了一下，如果我和林之贤发展点什么的话，现在会变成什么样？摇了摇头，轻笑一声，一回头就见文艺森站在我的身后，不知看了多久。你有病啊！站人身后不说话，他看着林之贤离开的方向，表情有些幽怨。我早就看出来那小子对你心思不单纯。你们都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空气中的氛围一时间有些尴尬。谢谢你来救我，我别扭的开口道谢。文艺森却突然笑了，好看的眉眼在我面前舒展开。不客气，毕竟你知道的，我很擅长英雄救美。你有病吧？洛少也很擅长打人呢。我笑着伸手在他胸前捶了一拳，被他将手捏进了手里，指尖在我手背上轻轻摩掌，气氛瞬间变得暖媚起来。他目光灼灼的看向我，仿佛要将我整个人吞噬入腹。他微微往我的方向靠过来，心脏砰砰砰的失去频率。就在我以为他要亲我时，他在我手上放了一袋资料文件。就这，文家的 Alpha 抑制剂配方，也许你会需要。我愣了一瞬，第一次在文艺森面前笑得出于真心。我很需要，谢谢文艺森，这人还算不错。接下来的大学生活，我开始在学校和实验室两面奔波。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 Omega 精英，他们有的是律师，有的是医生，有的是基因研究员。他们同是 Mega
却各有各的优秀。当我想要改变现状的目标足够坚定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我的身边开始有了越来越多帮我改变规则的人。毕业后，我和文艺森相继接手家族产业，中间洛氏集团的董事会不愿意让我这个 Omega 作为决策人，直接被我爸踹出了董事会。我辛辛苦苦培养了20多年的儿子，怎么能因为性别被人排挤在门外？可笑！我们俩的关系从死敌转变成了多于友情，恋人未满。最亲密的接触是牵手、拥抱和接吻。至于再多吗？我接受不了。他选择尊重。身体无需碰触，灵魂却融为一体。在实验室的研究院向我宣布 Omega 和 Alpha 长效抑制剂研究成功时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历史记住。2支抑制剂的效果都非常好，打1支的有效期最短可以维持3年，并且除了会稍微感冒2天之外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零抑制剂可以在你体内消融外来的信息素，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，只要你的情绪没有同意，甚至没有人能完全标记你。A 抑制剂会保护你不受信息素的控制，不会像是野兽一般被欲望操控。在这个 ABO 的世界里，无论是 Alpha 还是 Omega 都拥有了新的选择权。当针孔里的液体缓缓注入身体后，我的世界安静了，没有味道复杂的信息素，也闻不到自己的一丝气味。我拿着检测报告冲到了文氏集团的楼下，我要第一个见到文艺森，我要在完全没有任何信息素的情况下，确定我对他的感情到底是出于自己，还是信息素产生的错觉。等待室内的墙壁挂着电视机，本来关着的电视突然自行打开。最新播报，在文子山议员的推动下 ，Omega 平权法条得到通过。我浑身一震，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电视。文子山是文艺森的小姑，也是一名非常强势的 Alpha。他怎么会？身后的门被缓缓推开，一双手从我的身后将我完全包厢进怀中。我猜你会喜欢我的这份告白礼物。指尖附住他的手，眼睛酸涩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转过身，依旧是熟悉的眉眼，和之前没有任何不同，除了闻不到那浓郁醇厚的红酒香气。文艺森，我想我对你的喜欢无关信息素。他眼睛中的光芒像是被点亮的星星。后颈被锁住，将我牢牢按向自己，鼻尖狠狠的撞在一起，有些发酸。他狠狠的在我唇上碾压，我也狠狠的回吻。整个人开始发热，空气升温，明明在接吻，却感觉口干舌燥，无法满足。松开我使他泛红的眼尾，旖旎又蛊惑。滚烫的呼吸相互交错，我却突然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他声音沙哑，有些不满，笑什么？指尖从他的喉结划过颈部，最终停留在他敏感的耳垂，反复摩擦。他的手无意识的将我的腰掐得很紧。文艺森要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吗？就从先睡一觉开始，回答我的是他滚动的喉结，腰间滚烫的掌心，还有 Alpha 无休止的旺盛精力。结实的床铺随着起伏发出碰撞的声响，在空荡的室内，随着沙哑的嗓音奏响了乐童。从前束缚你的脚镣被拆毁，你将走向更远的地方，像风一样。